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直播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5月15号。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1点半，也就是现在到12点30分钟直播。大家可以提问你们关心的股票，请把股票的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这个大盘。今天其实出了不少经济数据，这个 PPI 数据啊，零售数据啊，当然了，还有很多现在川普还在这个中东那边访问，对吧？好多国家在访问，然后有好多这个发表了很多讲话。那么，对。股票这边影响目前没有太大的波动，对原油的话波动比较大。今天原油是出现了一波快跌，是受制于这个特朗普的言论。那么股票这边我们看一下，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美联储主席的一个鲍威尔的一个讲话，但是也没有太多的波动，他也是现在还是老生常谈吧，说了这个什么不确定性很强，就是老生常谈，没有新的东西。那么现在这个指数今天是一个稍微低开高走的一个状态，虽然指数的波动并不大，现在指数反而是涨的，其他的个股反而波动是挺大的。如果说你是炒个股的话，那么今天可能是有点上下翻飞的状态。指数的话波动并不大，就是这个大盘股、大的科技公司，什么七姐妹啊，你发现他们都波动很小。现在这个从4835上来这一波，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的。或者说出乎了这些机构的预料，起码是机构这一波是没跟上，散户反而是跟上了。那么，我们之前说过，它这个大周期上呢，它其实是并没有破坏整个的上涨节奏。在这个周线上，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在周线上这个上涨节奏并没有被破坏。下面是这个大 A 中枢，这里构成了大 B 中枢，它甚至可以再打一个高点。其实现在就是在看它围绕大 B 中枢的这个震荡。但是这个位置其实比较关键在哪儿呢？就是如果说不能够再次突破6147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周线的二脉。周线二脉它可以走反向，可以这样在这里做一个中枢再下来，这是一种情况，或者说是直接一个快速下跌也可以，对吧？就看它怎么选。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说不能够再次突破6147的话，那就是一个周二脉；如果说突破了6147，那就是中枢震荡。所以说，突破6147与否是在技术上是比较关键的。那么我们现在跟踪的就是，4835上来的这笔什么时候结束？现在在周线上还是一笔，然后周线上还有个大缺口，周线上这就是本周有一个大的跳空缺口。现在这个周线上还没有任何，你想任何的转折都要有顶底分型，对吧？没有顶分型，它不可能转折呀。现在连顶分型的迹象都没有。就下周，如果说出现了一个跌破本周的这个低点，那说明顶分型出现了。在没有出现顶分型之前，它不可能转折呀。日线上也是一笔上来的非常强，日线上严格定义的话是一笔。如果说你要是用递归的话，这里是有3笔，1、2、3。那么3的话，明显空间也比1大，它也没被持啊，对吧？无论你用哪种方法看，现在都是非常偏强的。再看1小时，那么1小时上我们说过。这里有一个 A 中枢、B 中枢、C 中枢，但是 A 和 B 高低点有接触，升级了。那么这个小 C 中枢变成了一个3买，就是针对这个2次回落成了下面这个升级之后中枢的3买。那么针对这个最后这个中枢又开始尝试离开。今天这个回落，我当时在给大家这个做解盘之前，我在这盯盘看，它这个回落非常浅。我们之前说过，你这个回落回不来的话，还是3买，还要上去。所以说呀，整体的这个，尤其是跟这个大盘相关的这些科技公司，他们跌不下来的话，这个指数是不可能跌下来的。那这个位置怎么观察呢？就是看它的5分钟，你去看它的5分钟上非常有节奏。我们看一下5分钟，刚才在讲解之前，我就一直看它的5分钟。那么5分钟从这个最高点，这里是应该是这个位置。那么这里有一个明显的5分钟中枢，就是5分钟的一个比中枢，在这里有一个明显的5分钟比中枢。那么如果说开盘之后是在这个位置，我一看它
根本下不去啊，你必须要快速往下杀，才能脱离这个中枢的吸引力。它反而没下去，然后给了一个小二买，在5分钟上给了一个小二买，然后现在又上来了，又回到这个中枢来了。它现在完全可以再次打掉这个前提这个最高点，再次往上走，对吧？所以说，那就变成了这个1小时的小3买了，这个就变成了1小时的小3买，看它突破之后有没有背驰。如果说这个上升的力度不能够跟得上的话，那就很容易背驰了。这里背驰之后，看它是不是能够快速杀一次，就再次给一个3买，或者说直接拉回到这个最后这个中枢来，对吧？现在你观察的话，你如果不想观察很小周期的话，就利用这个1小时的这个最后这个中枢就可以了。这个中枢区间并不大，中枢上方强，中枢下方弱。但是呢，你要是进场的时候是强势的时候，你肯定是买回落呀，对吧？但弱势的时候，你要观察是不是跌透了次级别有没有2个中枢的时候我才进，就衰竭的时候我才进。上涨的时候也是一样，上涨的时候有没有衰竭，对吧？有没有2个中枢之后出现衰竭的时候，我去减仓，然后回落了，要买回落，而不是去做空的。因为你要做空的话，相当于一个刀口舔血，因为大周期并没有衰竭的迹象，你做空，那你只能是非常小周期的。但是这种小周期的，比如说5分钟你去做空它，那就很短了。这种短差的话，你就只能做日内，这个是需要盯盘的。好的，这是简单说一下这个标普，来看一下朋友们提问。李琴你好，秦朋友你好。你问 Google 是吧？谷歌和英伟达，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谷歌和英伟达。先看一下谷歌。谷歌的话，之前那个我们是一直用的是 GOL， 这2个都一样。但是我这个之所以用这个分析的原因是我这上面有之前画的痕迹。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画的痕迹，还是说是另外一个？哦，在这个上面。好的，我们就用这个 GLG 来分析。那么谷歌这是在5月7号这天一个大跌。5月7号这个大跌，不知道你有没有抓到这个位置？5月7号这个大跌是当时因为消息的刺激，说是苹果要自己搞这个搜索了，还是怎么着？造成了这个谷歌的一个大跌，当天跌了7.5%，现在全爬回来了。所以说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啊，你想让它跌，有一句话怎么说呢？在市场里面，这些好的公司下跌就是给你送钱，跌就是那个跌，就是爹妈那个跌，给你送钱来了。所以说，你能不能抓住那是一回事，但是大的科技公司，他们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现在我看的周期是周线上，我看一下这个反弹有没有成比。这个高点在168.24，这个在168.34，已经成比了，反弹已经够比了。这里这个反弹已经够比。那么这个反弹要够比，你就要注意了。为什么说呢？因为它这个首先反弹从这个最高点下来，从208下来的话，是一个非常弱的反弹，现在在0.382这个位置，对吧？是最浅的反弹。那么它在周线上又有这么一个中枢，周线上又有这么一个大中枢，然后下面这里就是说现在从83.5、83.45上涨这一波，你没有办法说它结束啊，因为它现在只有一个 A 中枢，它完全可以在这里继续震，对吧？什么情况下能判断这个结束呢？就是说这个反弹完事儿了，然后开始下跌，还要跌破这个142.6，然后出现一个盘整背驰。那么这样的话，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那就有可能在月线上出现回落一笔了。这个位置出现的时候，你才能说它的上涨结束了，对吧？所以说，这就是说现在你没有办法说83.5上涨这波结束，但是不是说它没结束，你要在这个比如说你不是说等待它结束之后才可以操作，你可以分段来嘛，对吧？现在就是看这段有没有结束嘛。最后这个142.66上涨的这个日线上，看它的次级别。好的，我把这个图形稍微清一下。那么之前这个因为消息的一个刺激，我们把这个图形上给它补出来，做了一个完美的一个中枢，然后又上来。虽然说我们在复盘，我们现在做的类似一个复盘动作，那么复盘的时候其实是相对好分析的，类似的，因为这个图形是静态的，你相当于在做一个马后炮，
对吧？好多人说你这个复盘不就是马后炮吗？对不对？那你这个位置出来了，我只要在这儿买，只要在这儿卖。那么你能不能够在当下找到这些买点和卖点的这个精确的位置，或者说相对精确的位置，能不能够让指导你进场？复盘的目的是能不能找出规律来，对吧？你只有找出规律来，你才能在当下交易的时候，你才能够进出场。那么如果说没有复杂的交易系统的话，你就用顶底分型就好了。出现底分型买一点，出现顶分型卖一点。你即使用最简单的顶底分型，你也不会出太大的问题，除非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顶底分型可能是中继的。所谓的中继分型就是，比如说这里出现了底分型，但是呢，并没有生成一笔，它直接被打掉了，变成了一个中继的底分型。这里也是底分型被打掉了，中继的，这所有的这些，只要没有生成一笔，这个生成了一笔，对吧？只要没有生成一笔的这些位置，它都是中继的底分型。你唯一要避免的就是买在了中继的位置，因为你判断这个位置是底，但是它没有形成，它变成了一个中继的，继续延续前面的下跌。你所要做的就是，如果说你判断不够准确的话，那就把仓位降的稍微低一点。如果说你觉得你判断不够准确，比如说你打算买10%，那你就买5%，对吧？如果说它已经是1、2、3、4第5个底分型了，那你这个位置就可以多买一点嘛，对吧？因为它经过几次顶分型以后，禅师给过一个比喻，顶底分型有点类似这个刹车，类似我们开车的时候刹车系统，刹一次刹两次。比如说你在一个下坡路上，你肯定要这个脚踩着刹车嘛，对吧？你可能不会一下子踩死它，但是呢，你可能是类似点刹踩一点慢，把速度降慢一点，踩一点，可能到最后的时候要把速度降到最低。所以到最后的时候，说明这个速度越来越慢，那你这个位置相应的这个仓位就可以越来越大，晓得吧？所以说是缓慢加，可以把仓位缓慢加上来，而不是说一下子。如果说你判断错误，或者说你判断不够精确的话，那么如果说你的仓位又特别大的话，就很容易买在这个半山腰。所以我的建议是，你技术上不熟练的时候就分批进、分批出，这个相对来说，对你的心理压力也这个压力也小，对吧？你毕竟你还有第2次、第3次机会。我的建议就3次。如果说你3次之后还在下跌，说明你的这个判断中继顶底分型的这个能力还不够，那你就这个把仓位降得更低，对吧？就是3次。那么出的话也可以分3次出，都可以的。所以说精确的或者说长期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对仓位的一个控制，就是涨多了卖一点，跌多了买一点。这个你只要掌握好了之后，你交易起来其实是很容易的，你也不会有很多的焦虑。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你一定要选好股票，就是因为缠论是3个维度选那个操作的系统，一是基本面，二是比价关系，三才是技术面。一定是在基本面和比价关系选好之后，我才去看技术面。如果说基本面和比价关系不好的话，我根本不做这个票，我根本不去长期看它，对吧？那么什么是比价关系呢？比价关系其实就是这个公司的市值跟这个公司在一个行业里面的地位。比如说英伟达和 AMD， 我老拿这2个做例子，就是如果说英伟达现在它的市值比这个打比方，如果 AMD 的市值比英伟达高了，但是呢它在行业的地位是老2，那你说明英伟达现在衰落了，那你应该减少去做英伟达，应该多买一点 AMD， 因为 AMD 市值起来了。所以说它这个市值跟它在行业地位如果说不匹配的时候，你应该去配置行业第2的。如果说这个选的这个股票这个公司它跟它行业地位是匹配的，那你只做龙头，只操作龙头。在缠论里面，禅师很少提止损或者说止盈，这个止损或者它叫止损这个事儿，他很少提。为什么不提呢？因为它的前提是基本面和比价关系没有问题。如果说一个股票的基本面出现问题，它可能是盈利的，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它这个公司出现重大事件了，它可能第一时间就全跑了，它根本不去看现在是不是什么在技术上还是可以赚的位置，晓得吧？所以说，如果说基本面和比价关系没有变化的话，它是不存在止损或者止蚀的，它叫止蚀，一样也是止损的意思，对吧？所以一定是前2个维度
不出现变化。所以对我们的那个操作也是一样，不要单纯的做技术分析，不要单纯的做那个波段操作，一定是要选好长期操作的股票，而且这股票的个数比较多，一旦多了之后你是看不过来的。你像虽然我现在这个熟练度已经非常非常高了，但是你让我看超过3、4只，根本看不过来，1、2只还差不多，超过3只、4只根本看不过来，因为每个周期都要看，然后有的时候还要盯盘做一些小周期的。一旦这样做下来的话，你超过3只、4只根本看不过来的。所以说，挑好股票，但是呢，一定不能说，我也不是建议大家重仓搞一个你不熟悉的，一定是你选好了之后，然后仓位稍微大一点，这样的话你也敢，对吧？你像很多股票，像巴菲特之前说过。他自己的公司如果说跌50%，他都不会出现任何的心理波动。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个？你选择的股票从现在的价格跌50%，你敢不敢加仓？或者说你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如果说你能做到这个的话，那这个票你就适合你长期来做。如果说跌个10%、20%的你都不敢拿了，天天睡不着觉，天天那个处于一个恐慌状态，那说明你对这个公司不够了解，你也不可能也不应该去重仓搞它。晓得吧？所以说仓位一定是跟你对这个公司的了解程度相关的。那么基于这个谷歌的话，现在周线上现在已经到这个最高位是成1比了，但是呢，它现在这个日线上是有这么一个中枢。那么利用我们刚才说的，怎么判断这个中枢结束呢？还是要看它的最后一段，要看它最后一段生长是否结束，你才能够说这个是不是要往上延伸，它可以继续往上延伸呢？这个200天、120天都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次级别这里回落有过一次回落，但是严格定义的话是，因为它有1根 K 线破坏了这个结构，对吧？或者说2根，但其实是可以当成一个2买的。我们把它这个1小时给它简单的画一下，就从这个起涨点，这样的话是一个5浪或者一个4浪，现在是一个4浪回落的位置。好的，这就是这个起涨点，1、2、3、4，现在它还是4，还可以有5，对吧？你起码等这个5结束之后，再次突破这个168这个高点之后，那就看这个第5段有没有衰竭。如果不衰竭的话，还可以有6和7，甚至8和9。如果说衰竭了，那你就等待它衰竭的时候减一点，有可能要突到这个200天那个位置，减一点之后再看它回落。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如果说回落的力度不够强，连前面这个低点都不能够跌掉的话，那就是在这里做中枢，做完中枢之后还可以再上，因为它现在是一个浪形的模式，现在在这个位置。那么我们等所谓的饱满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有结构，有中枢，这里这个也叫中枢，但是它是一个类中枢，是以浪形的模式构成的中枢，比这种带结构的这种中枢，它这种是相对饱满的，那么这样的它这种是结构单一的，是浪形波浪，对吧？所以说，如果说出现这种的时候，大概率是可以结束它。那么这种的话，有可能还没结束，你要看它回落这一笔，如果说直接跌破了这个小低点的话，那有可能就结束了，因为它直接一个反弹可以是往下走反向。关键的位置出现第5段之后，你要关注的是它这个回落这一段。所以说现在这个第5段还没结束，你就跟着做第5段就好了。那么就有200天和120天这2个均线，对吧？到了这些位置之后看，不是说这个均线这个位置就是什么魔法的数字，到了这儿一定要回落。你之前我举过很多次这个例子，到了这个位置要看当下的路况，跟我们开车一样，到了十字路口你要看路况。是不是这个道路很通畅？如果说道路很通畅，说明它的小周期这个浪形走得非常好，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卖，它可以继续往上生长，对吧？所谓的什么支撑、阻力、压力啊，都是辅助的，最重要的是结构，内部结构，最重要的是结构，所以说不要本末倒置。看一下他问的这个英伟达，英伟达的话，最近也是涨得比较好，也是受益于这个川普在这个中东之行，那么他们英伟达呀、AMD 都要跟这个好像是之前对中东这些国家是禁售这个芯片的，对吧？因为可能怕这些芯片卖到其他国家去。
那么这次去他们可能会要建一些数据中心呢，开始要卖芯片，所以说这个对英伟达的这个股价是有刺激的。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图形，从这个10.81这个起涨点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1、2、3，然后一个4和5开始这个回落做中枢，所以现在这个起涨的位置在86.62，86.62现在上涨已经够一笔了，周线上已经够一笔了。如果说周线上再继续往上生长的话，看它到了这个中枢的上沿这个位置140这里能不能够有压力，到了这个上沿的位置看，对吧？还是那个路况，到了十字路口要看路况，力度强的话可以继续往上走，再次突破153也可以。如果到了这个中枢上沿力度不够强，到了十字路口红灯了，到那个交通堵塞了，那你是不是要等一等，看它是不是要回落一次再上去？所以说这个是大方向的话，就是还在周线上在做中枢震荡。我们再继续看它的小周期，日线上什么结构？日线上一样。如果说严格定义的话，只是1笔，那么不严格或者说你用这个递归的话，它其实是3笔，对吧？3明显比1强啊，没有背驰，即使有回落的话，还可以有4和5。现在3还没结束呢，对不对？那么我再看它的小周期次级别1小时上，它这个1小时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拉过来看一下，它也碰到了这个高低点，也碰到了，也是一个扩张的。就是可能是特斯拉那个1小时上跟其他不一样，是一个趋势上，或者说 Meta 的那个，我之前分析过一个其中有一个科技公司跟这个就是这种扩张的，这都有高低点，这都是升级扩张的，对吧？那么升级扩张之后，然后这次有过一次回落，但是不够比，那么最后把最后这几根给它画出来。现在这个位置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包含处理也不够。就包含处理之后还是1笔，也就是说现在还在走这个离开，还在走最后这个小中枢的离开。针对最后这个小中枢，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但是呢，严格定义它因为有包含处理之后是不满足1笔回落的，只能说是一个强3买或3 plus。那么这个位置现在也有回落，但是也不够比。我们看它一个最高点是在135.4。135.43哦，135.43是最高点。如果说以135.43作为最高点的话，它这里也是递归的话可以当成1笔用，但是经过包含处理之后，其实也是不够比的，就看你实际操作了。如果说这里都当成1笔回落的话，那么现在也只是一个4浪回落呀，跟刚才那个谷歌一样啊，对吧？还可以有5的，等到5之后，跟我们刚才分析一样。等5结束了，看这个第5的段的这个力度不够强，那就要回来做中枢，做中枢之后可以再打高点。所以说这样的结构才是相对饱满的，只是以浪形模型的话是相对不饱满的。那么如果说以浪形模式，如果说这一笔快速杀下来，也可以不出现这个中枢，就是这样也可以结束，那么左侧的话就是以一个5浪上，右侧一个5浪下，对吧？也可以的，就看这段当出现这段回落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它的力度，是不是能够把前面这个回落的小低点打掉，这是一个我们的防守位，或者说你观察这个力度的位置。如果说快速跌破它的话，那就要注意了。所以现在还没到那一步呢，所以说等待第5浪什么时候结束。这是针对这个英伟达，所以说就慢慢做，对吧？选好了标的之后就慢慢跟就好了。像这种股票现在，因为虽然说贸易战还没打完，但是现在不确定性越来越低了，你发现没有？现在市场已经很难出现快跌了，因为特朗普也慢慢的变正常了。那么想让市场跌，也难。涨也难，有的时候现在相当的跌也难，就是说，坏消息都出差不多的时候，你这样的跌找不到共识啊，对吧？你一下跌，大家都去买 deep， 那你就跌不下去啊，对不对？尤其是人家大的科技公司，你看今天大的科技公司都没怎么动，那些小票的话可能跌的是比较狠，但是它的话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变化。还有5分钟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提问。我们再那个看一个 VIX 的话已经被压到了很低的位置，已经压回到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中枢里面来了。
那么这个中枢里面最低点在 12.7， 对吧？现在已经都跌破了这个200天和120天，那么这个还没有出现所谓的这个金叉，就是这两个快慢线没有交叉，快慢线没有交叉就不可能拐头啊，对吧？它想要转势，它想要往上走，前提是这一定要交叉上。你如果说像前面这里，我们可以借助前面的这个辅助看一下这个位置，对吧？你首先要交叉，你才可能掉头向上走。它连交叉都没出现，它不可能拐头的话，那说明那个股票那边就可以继续涨，因为这个 VIX 是这些机构、这些大的基金他们做对冲的时候去买期权做对冲的时候它才会往上涨。现在根本没有任何迹象，对不对？所以说这是辅助让我们来判断这个的一个办法。有朋友有一个叫 Daniel 朋友问 UPST，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 UPST。UPST 是那个我们在之前频道里面有一位朋友经常问，之前问过他，好像是 Susan 朋友在之前做 UPST， 这个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还是跟房地产还是什么玩意儿相关的一个公司吧，具体的做什么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图形。之前我们说过，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因为它这个月线上这里已经成一笔了。那么这个月线上成一笔之后，这个月线上你看它这个结构，从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这是进入段，然后开始在这里震，对吧？这里有中枢，然后上去给了一个3买，然后又打了一个高点，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这就是一个非常饱满的一个结构。这是我们说的所谓的饱满，就是有进入段，有中枢，有3买，又有离开，这就是一个饱满结构，它就不是一个浪形结构，对吧？这就是区别。什么叫饱满？我一直说饱满。那么，这也正好跟刚才我们分析的一样，比如说它是一个浪形的，怎么样结束呢？这一笔一定要强，看这一笔就很强，直接跌破了这个55.2，发现没有？这就说明这里可以断开了，它走反向了，现在是在走反向的。那么我们只以96.43分析的话，那么现在在走反向结构。现在周线上这笔反弹有可能快结束了，现在还没到 0.382， 但是呢，现在本周现在是出现了一个类似一个上影线非常长，但是 K 线实体相对比较小，但是还是一个下跌的。本周目前是虽然说涨了 2.7%， 但是整体表达并不是很强状态。那么这一笔有可能快结束了。如果说下周直接给一个顶分型的话，那基本上就结束，可能就要再打低点，甚至在这里做2次反弹，然后做中枢再下来也可以。至于怎么选的话不知道，先看这一段有没有结束，先看一下它的内部。那么日线上一笔上，这里是有过回落，但是现在还没有这个明显的就是不满足一笔，就是缠论里面的定义是不满足的。现在这个一笔到这里，但是呢刚好是顶在了200天这里，刚好是顶在了200天均线这里，然后出现了顶分型，然后现在这个顶分型出现之后又是一个快速回落，所以这个整体来讲啊已经偏弱了。如果说你有的话，有多仓的话，尽量有反弹先出来。当然它也可以是2次回落之后再打一个小高点，然后结束整个的这波上涨。也就是说周线上可以再往上冲一冲，冲到这个56.24，对吧？甚至再往上冲一冲也有可能再冲到这个63。具体怎么样的话需要那个慢慢跟，但是整体表达的话，它现在这里是在1小时上肯定有做了一个新中枢。我们看一下1小时，我把其他的先清一下，这是前面那个1小时的中枢。然后在这里它又做了第2个1小时中枢，然后一次回落下上下，然后我们看这里有没有这个高点是 49.3 49.2， 那就在这里。所以说第2个中枢在这里，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回落之后要看它的力度，对吧？回落之后它只是它在这里有过一个类3买，这里有一个类3买，可以说是不再围绕这个中枢结束。但是呢，现在它只是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你看到没有？刚好是踩到了这个中枢下沿这里，所以说你现在不能说它完全要走反向，这笔反弹就关键了。这笔反弹就是你的出场位置。如果说这个反弹只是一个弱反，这个位置一定要减，因为它是一个1小时的2脉。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从这个最高点测一下，看它反弹能到哪儿。
甚至如果说只是很浅的反弹到50，还是说到51，还是说能到52，但是这些位置都是二卖。这个二卖是你的逃命的这个机会，或者说减仓的机会，因为它这里可以快速就往下走，就是这个日线上要回落一笔，现在日线上还没有出现回落一笔呢。那么你日线上回落的位置，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看一下，能不能够到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所以说不管怎么讲，1小时上，如果说你在上面没减的话，那就等它这笔反弹结束。它当然也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弱的一个反弹之后直接下。那么能不能够抓到那个很弱的反弹的位置，就看你是不是能盯盘了。整体来讲的话，是已经走弱了，对吧？就是任何的反弹都要先出来，看它这个日线上这一笔回来之后再看。日线上回来这笔，如果说回踩的很浅的话，也可以再买回来，因为它可以再来一次。也就是说，它以一个1、2、3段，1、2、3段来构成什么呢？来构成周线上我刚才说的那一笔。所以说，你就结合1小时、日线、周线3个周期，就能把这个票，做的比较立体一点。因为我们缠论是那个3层滤网，对吧？一般都是用3个周期。如果说你不用日线、周线1小时的话，你如果说用的周期比较小的话，那可以用5分钟、15分钟、60分钟，或者说5分钟、15分钟、30分钟。如果说你想用更低的话，就是1分钟、15分钟、30分钟，这样的话就自己配，就反正是3个周期。好的，那么的话，到了美东时间12点，我们的这个直播就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只有半个小时，那么感谢大家的参与。